这位夫人，束手就擒吧，你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别再跑了。你和你的孩子下了地狱，可别怪我们，我们可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人呢？闭嘴，废话真多，一刀砍死就好。我一个刚生产完的弱女子，竟引得你们10个元婴期的顶尖高手和10几个金丹期的高手如此追杀，还真是看得起我啊！你们奉命来杀我，想必也知道我是谁，你们就不怕我们家老爷追杀你们到天涯海角吗？哼！一个不受宠的夫人还妄想自己的丈夫会给自己报仇吗？求求你们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放过孩子吧！求求你们，放过孩子吧！而此时，这一幕都被空间里的一娃一兽看在眼里。神兽早已急得团团转，可奈何出不去。糯米，快想办法呀！快救娘亲啊！这个小娃娃正是女子怀里婴儿的灵魂，自出生起，她的灵魂便被拉到了空间里，与神兽一起怎么都无法出来。她叫穆九寻，是娘亲给她取的。她是在母亲逃亡过程中生下来的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只知道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神，已经轮回了好多世了。而糯米是一只跟着她的神兽，作为神的很多事儿她都不记得了，都是这只神兽告诉她的。好像轮回有1万多年了，听说每一次都活不过10岁，神力还被封了，每一世都活得十分凄惨。自己对自己这个神充满了疑惑，为什么会不停地轮回转世呢？1万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唉，暂时先不想这些。他自出生，灵魂就被困在这个空间里，和他的神兽一直看着这个女人怎么抱着他躲避追杀。还没等他想出办法来，黑衣人举起刀杀死了女人，血溅在婴儿的脸上，他的灵魂像被什么拉扯一样被强行拉回婴儿的身体里。他睁开眼看见到死还将他护在身下的女人，忍不住叫娘亲。但是刚出生的婴儿哪儿会说话呀，就剩下咿咿呀呀的声音。女人再也不会对着他笑，去亲他了。悲痛袭来，他越哭越大声，像是替女人嚎丧一样。上一世到死他都是孤苦无依的，这一次好不容易有一个疼他的亲人，本以为这一世可以幸福美满一些，但一切都被眼前的黑衣人打破了。看着越来越近的黑衣人，他越来越愤怒。我要你们全部陪葬！黑色的眼眸渐渐变为紫色，后又一下子转为红色。他渐渐浮了起来，身上神力乍现，红光乍现，夹杂着黑色的气息。不过一息之间，地上跪着的20几个黑衣人瞬间爆炸，化为血雾，连在空间里的神兽都被惊得目瞪口呆。不愧是神呐，这神力一恢复，哪怕是元婴高手也瞬间灰飞烟灭。穆九寻做完这一切，看了一眼母亲便晕了过去。而不可思议的是，各种走兽都朝他跪下，万兽朝拜。在空间的糯米为避免麻烦，将龙身化为白虎，跳出了空间，守在小婴儿旁边，朝着周围的众兽怒吼：滚！四周的灵兽早在白虎跳出的那一刻便被可怕的威压吓得瑟瑟发抖，听见白虎这一声，立马朝着森林外围逃窜。糯米转身想将婴儿叼起来放在自己的背上，却看见前方飞速掠过来的身影。人类！这个人类他竟然一直未曾察觉，而且此人实力深不可测。人类，退开！若打扰我主人休息，定不饶你。哦，是吗？怎样的不饶我呢？说罢，他打出一道金光，金光笼罩白虎身上，让白虎动弹不得。放开我！
不用急，我只是不久前占卜到最近将有一有缘人会到这里来，不料今天天有异象，我便赶了过来。可惜了，来晚了一步，这女子已经断气了。我可以收留你们，你一条金龙，哪怕是神兽，实力还未达到巅峰界，不能幻化成人，难不成还能把孩子当瘦崽子养吗？5年后，紫兰国。哟，最近怎么京城来了这么多外地人？这你们都不知道，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，简直孤陋寡闻嘛！哎呦，你就说嘛，卖啥关子呀？是啊，是呀，大叔，你讲一讲嘛。众人闻声，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。哎呀，你们低头，别找了，我就在这儿呢。现在的小孩子都八卦起来了吗？哎呦，好可爱呀！看这穿着，不像是我们小老百姓家的孩子，倒像是什么达官贵人家的千金呢。哎呦，这是哪家的千金啊？宝宝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？想偷回去养？大神，5年牢房，了解一下。唉，长得可爱也是一种错呀。那是，我们家仔仔怎么可能不可爱？穆九玄今年5岁，刚从山上和自己的神兽糯米下山。5天前，师尊给他传信，破天荒的让他下山，他高兴极了。要知道，他平时都是悄悄下山的，谁知道这回竟然是让他下山给紫兰国的九王爷治疗腿疾。大叔，你还没说呢，是什么事呀？是呀，你看看小宝贝儿着急的。快说呀，待会儿小宝贝儿哭给你看。啊，这些人自己想听就直说嘛，还拿他当借口。话说当今圣上给自家胞弟九王爷君莫恒寻找名医治疗腿疾。紫兰国九王爷与当今圣上还有11皇子是一母同胞。后来京中政变，先皇后中毒去世，先帝紧跟着驾崩，兄弟3人被皇后母家救出。逃亡过程中，当今圣上，就是当时的太子受伤卧床。那时君莫恒才10岁，就带着10万军队杀回了皇城，当着众妃子的面斩杀了所有皇子公主，还杀了所有的乱臣贼子啊！当年京城街道血流成河，家家闭门而不敢出，浮尸万里。国家内忧外患，君莫恒扶持太子皇兄上位，年仅10岁便去了战场，带领10万军马杀得敌方20万军马落荒而逃，从此戍守南疆，任凭皇帝怎么说都不愿意回京。也正是那一年，平常活泼开朗的少年变成了别人口中凶残嗜血的狠辣人物，对待敌人从不心慈手软，从未吃过败仗。皇帝封其为战神，赏赐战王府邸。他战功赫赫，小小年纪其实力深不可测。就在1年前，军中有人叛变，导致君莫恒双腿受伤，再也无法站起，他才回了京城。皇帝给他遍寻名医，也未曾治好，他自己已经放弃了，甚至在等死。但皇帝不死心，寻鬼医而不得，这次又花了重金悬赏天下名医给他医治。听说九王爷长得特别好看，就是可惜了，成了站不起来的冰美人。再好看，能有美人师傅好看吗？仔仔，不要被别人的表象给骗了，那都是表象。糯米呀，你说师尊去哪里帮我找药了呀？都1年没回来了。师尊肯定会回来的，而且还会给你把药带回来，彻底的治好你。到时候你神力恢复了，肯定超级厉害。听到糯米的安慰，
穆九寻一下子就不难过了。不过说起身上的病，他再次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师尊将他带了回去，发现他身带胎毒，而且无解。他的确与常人不同，只能用一部分神力将毒素全部聚到心脏一处，然后用法阵封印。1年前师尊下山去为他遍寻名药解毒，至今未归。正当他思考之时，旁边传来一道恶意的呵斥声。穆九寻抬起头，街道上空漫天的玫瑰花瓣洒下，铺成了花路。平时繁华却格外有序的街道，此时混乱不堪。低贱的平民，我们诡异大人的轿子，你也敢拦？叨扰了大人，你们有几条贱命可赔？尽管百姓们怨声载道，也不敢违抗，因为那是诡异啊。传闻1年前，江湖上帮派重力突然出现了一个叫九重天的组织，血洗了除了墨影宫之外的其他3大组织。当时仅只用了1年的时间，便有了和墨影宫一较高下的实力。九重天产业遍布苍月大陆，而九重天底下有3殿6阁，分别掌管不同的产业，而鬼医便是药阁长老。传闻鬼医一出手能活死人肉白骨，敢与阎王抢人。而且鬼医善毒，就算不看在九重天的背景上，只凭鬼医自己的实力也是无人敢惹。我今天竟然看见了从来不露面的鬼医大人！鬼医大人呐！瞧着那轿子里的身姿，想来鬼医大人是个身长腰细的倾国美人吧？穆九寻听到这儿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这鬼医不是向来神出鬼没的吗？怎么今儿个如此招摇啊？哎，你不知道吧？说不定就是为了为九王爷治病，那个重赏来的。之前不是说鬼医拒绝了吗？而且鬼医他也不差钱儿啊。嘿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表兄在王府当差，他说呀，这重赏里有1株万年雪莲，或许鬼医为此而来，也不是不可能。这是好大的阵仗呀！那我们去瞧瞧这位诡异的面目，有的玩呢。哼！完了，有人要遭殃了！战王府，老管家在外指挥着人，却看见天空中飘来花瓣。本来因为争论而有一些吵闹的外院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敢问阁下是何人呐？这位管家，我家主人正是诡医大人。不是说当今陛下请过诡医大人吗？当时诡医拒绝了。传闻诡医大人最擅长毒，活死人肉白骨，他一来我们就没戏了。不会是假的吧？教中射出一根银针，怀疑诡医之人瞬间倒地，七窍流血而死。大胆，竟对诡医大人如此无礼！纵然你们是来自九重天，但这里是战王府，怎可随意杀人？你，红月，退下，不得无礼。众人看见真面目的那一刻，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！不曾想九重天诡医大人竟然如此妖娆美丽。这位管家，麻烦直接通报一下，我答应治疗九王爷的毒，但条件是那株雪莲。诸位请移步前厅，王爷在那里等候各位，请。诡医大人都来了，其他人还进去干嘛？摆明了不把大人放在眼里。听闻诡医大人是九重天药阁长老，活死人肉白骨，神龙见尾不见首的，今儿个有幸一见，真是3生有幸。诡医听着恭维的话，只是面带微笑，轻轻点头示意了一下。跟来的穆九寻和从空间里出来的糯米，他们悄悄地跟着进去了。诸位请坐，王爷稍后就到。参见王爷。男子坐在主位上，把玩着手中的玉戒指，对于面前的众人毫不在意。
他的贴身护卫莫风替他喊了大家起身。君莫恒不语，众人端正地坐好。王爷，我乃是九重天药阁长老鬼医，我名飞烟。之前圣上派人来寻，不巧我在外，底下的人不敢饶我兴致，便擅自拒绝了。我游历归来，便惩罚了下面的人，望王爷不要怪罪。君莫恒似是发现了什么，便抬头瞥了一眼，看见对面屋顶上，嘴角轻轻地勾起，眼中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情绪。飞燕以为他是为自己的话有所反应，便高兴地继续说下去。此次给王爷治腿，九重天尊主知我要来给王爷治腿，除了雪莲外，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想要我与王爷联姻。莫风和管家不悦地盯着眼前的所谓的鬼医，君莫恒面无表情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和讥讽。呸！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众人瞬间静下来，只见一个粉嘟嘟的小团子和一个白色团子从天而降。这是哪家的孩子？怎么能这么可爱呢？想抱回家当孙女啊！九王爷饶有兴趣地盯着小团子，唇角微勾，不知为何竟有一丝说不出的熟悉感，但他很确定从未见过这个小家伙。大胆！哪里来的下贱胚子，竟敢辱我九重天长老！小孩子淘气，万一冲撞到王爷就不好了。管家，还不赶紧把他拉出去！管家却没动，而是优雅地翻了一个白眼。红月走上前，想要拽小团子，还没碰到衣角，便被一道灵力弹到了几米外的墙上。糯米啊，哪里来的苍蝇，竟然也敢碰我？糯米，我不想和垃圾待在一起呢，我们让汤汁，不管呢。我们走吧，好饿呀。没事哦，都完成了，我们就去吃好吃的。听说京城有好多好玩的好吃的呢。听见白虎说话，众人整个人彻底裂开了。这么小的小孩子，怕是筑基期初段吧？居然也有灵兽？没见识，吾怎么可能是那么低级的玩意儿？吾可是神兽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啊！莫风和管家也一脸的不可置信，饶是君莫恒也闪过一丝的错愕。要知道这个大陆哪怕是圣兽也屈指可数，神兽更是闻所未闻。小朋友，你怕是连筑基期可能都不稳吧？这神兽啊，应该也没有能力契约吧？没有契约的神兽可是容易伤人的，他发起疯了，你怕是还不够他塞牙缝的。穆九寻嫌恶地瞥了他一眼，活像是看人贩子一般，一挥手，用同样的方式将飞烟挥到几米外的墙上。众人的视线跟随女子飞出的弧度，听着女子的尖叫声，大家一脸的肉疼啊！随后大家才反应过来，这一切都是看起来才4、5岁的孩子干的。众人一脸的震惊啊！穆九寻休息好了之后，拍了拍衣裳，背起了小手，一本正经地打量起眼前这个坐在轮椅上的人。哇哦，好帅哟！和师君有的一拼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气质、这么漂亮的男孩子呢。被一个小孩子看了看脸，又看了看腿，还一脸的可惜。君莫恒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很耐心的样子。王爷，今日我是来给你治腿的，想我堂堂鬼医，却在贵府受如此奇耻大辱，请你为我做主啊！他矫揉造作的样子让人不禁起鸡皮疙瘩。小团子和白虎对视了一眼，头一歪。哼，小家伙，过来。君莫恒伸手摸了摸小团子的头，小团子猫了一秒，不满地嘟起小嘴，拍掉他作乱的手。哼，干嘛要摸他？师君说不可以让别的男子摸，会长不高的。不过他总觉得此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，
紧盯着这一幕的众人，哪怕是管家，都不禁吸了一口凉气儿。那可是向来不喜欢小孩子，让小孩子只提的大魔王啊，居然抬手摸小团子的头，还被打下来了。莫风严重怀疑自家王爷被魂穿了。看见王爷的手被打下，王爷不仅没有生气，还竟然笑了。王爷，你一堂堂王爷，怎可被一个小孩子蛊惑？我可是这世界上唯一可以治好你的鬼医。你说你是鬼医，你就是啊。那巧了，我说我才是鬼医呢。小孩子，快回家找爹娘吧，别在这里捣乱了。是啊是啊，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喝奶。这年头，说实话也没人信啊。见自家崽崽被嘲笑了，糯米立马不干了，朝着这些人怒吼：好啦！穆九寻摸着老虎的脑袋，安抚着他，然后抬头看向坐在主位的君莫恒。不知道为何，小家伙并没有说话，但他却一下子读懂了小家伙眼神里的意思。福伯，将人抬上来。这是王府的一个护卫，身中剧毒，京城中没有一个大夫能解此毒。今天便以此为考题，无论是谁能解此毒，那就可以进一步替王爷看病。开始吧。众人纷纷下座去看病人，早已昏迷不醒，唇色发黑，但诡异的是，嘴角翘起，在笑。这太诡异了。原来如此。众人不解，听此纷纷围过去请教起来，而另一边的穆九寻毫不在意这边的情况。你不去看看吗？这还用看？看着小家伙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君莫恒再次忍不住轻笑起来。王爷，这个护卫身上的病，我心中已有数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这很简单，这人是中毒了，中的正是我新研制出来的醉生梦死。中毒者会像喝醉酒一样沉睡，还会带着幸福的笑，一般很难有人查出原因。5日之内在甜美的梦中死去，看样子怕是最后一日了吧。既如此，那请问诡异大人可解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此毒虽然是我制作出来的，但还没来得及想出怎么个解法，竟不知何人如此狠毒，将毒泄露，还害了王爷的护卫。听到此，莫风和管家早已有些绝望了。难道要再次看着身边一起长大的人因自己一个一个死去吗？笑话，诡异自己研制的毒，怎会不能解？我倒是很好奇呀，你是怎么知道九重天并没有对外出售的毒药？你一个小孩子知道些什么？见飞燕心虚的样子，穆九寻冷笑，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便瞬移到墨竹面前，手中不知何时多出来的冰蓝色银针打向墨竹的穴位。莫风着急的要去拉穆九寻，小孩不要捣乱，不想他时就走远点。小贱蹄子，这是你可以捣乱的地方吗？你这每一处都是往他死穴上下针，你是想他马上死啊？小小年纪怎么可以如此心狠手辣？莫风，回来。王爷，可是话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莫风不敢质疑王爷的话，不服地回到王爷身边，但飞燕怎会善罢甘休呢？欲上前阻止。我劝你别乱动，当真以为你这假诡医无人知晓吗？这边时间已经差不多，穆九寻取下银针，掰开墨竹的嘴，不知道丢了一颗什么药丸进去。可以啦，1个时辰他就可以醒啦。真的解毒了吗？为什么还没有见醒？莫风，不得无礼。你真当是灵丹妙药呀？解了毒不得休息一会儿，慢慢解于毒药。你想他现在醒？崽崽的恶趣味又上来了。莫风急急的点头，
穆九寻朝他勾了勾小指头，去敷他脸上，他就醒啦。此时的莫风一心想要看见墨竹醒过来，完全没有脑子，真的拿过去直接泼墨竹脸上。见墨竹还没有醒过来呢，急急的又泼了一杯。王府众人无脸啊，表示我们不认识你啊。君莫恒看着一脸恶趣味的小团子，抿嘴低笑。好了，墨竹顶着一脸的水和茶叶被泼醒了。王爷，醒了就好。莫风，带他下去休息吧。多谢王爷。多谢姑娘对墨竹的救命之恩，我为之前的无礼向你道歉，往后定当报答。墨竹见状也明白了，是眼前的小团子救了他，道了谢。你应该感谢这位墨风兄弟，如果不是他的2杯茶水泼醒了你，你怎么会现在醒过来呢？墨竹冷冷地扫了墨风一眼，那表情分明是你完了。向着穆九寻再次行礼，便拉着墨风走了出去。墨竹被救醒了，还活蹦乱跳的，众人投向穆九寻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飞烟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，只觉得自己完了。冒充诡异，败坏9重天名声，想过要付出什么代价了吗？穆九寻此时转过身，盯着飞烟，心里思考着耀阁到底是谁判处9重天。他此生最恨背叛。手抬起，一道灵力打出，将飞烟从管家手中夺了过来，悬浮于空中，灵力掐着他的脖子。飞烟挣扎着，惊恐地盯着下方的人，想要说话，但是脖子被掐着，无法言语。穆九寻见此，将他扔在地上，冷冷地看着他，等他回话。哼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诡异，何来冒充和败坏9重天名声？你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穆九寻一道灵力打在飞烟的腿上，咔嚓，腿断了。你这是屈打成招，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。穆九寻用神识在空间中找了一下，从一堆令牌里拿出一块玄青色令牌，仔细看上边花纹繁复。穆九寻将血滴在令牌上，玄青色令牌瞬间褪去了黑色，变成青色，投出青色光影，显现出诡异2字。四座皆惊，一片哗然，不敢置信。一个3头身的小奶团子，居然就是那声名鹊起的诡异大人。诡异令，这是诡异令啊！9重天特制的身份验证令牌不容作假呀！这么小的孩子，居然就是闻名天下的诡异大人，后生可畏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这个小贱蹄子，怎么可能是诡异？你既然有诡异令，怎么不一早就拿出来？哼！你管我！眼睛转了转，看向坐在主位的王爷。师尊说了，要怜香惜玉，在漂亮的人面前不能太暴力，会吓到他的。这王爷，这是在你的地盘上，这人也是来拐骗你的，这人就交由你王府的人处理吧。拐骗这个词儿就用得有些微妙了。君莫恒嘴角微抽，示意管家带下去。这是冒充别人，招摇撞骗，撞到了本尊了。活该，进来时还趾高气昂的，当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诸位，今日之事已有定夺，既然诡异已经找到，多谢各位了。众人哪里不知道啊，这是逐客令，纷纷起身行礼告退。小家伙，过来。这手势怎么那么像招狗呀？你让我过去我就过去，岂不是很没面子？君莫恒见此微微一笑，从空间袋里拿出一个白色玉瓶。这是要干嘛？给他擦药？不用啦，我已经好啦。乖，我给你擦。
君莫恒尽量放轻了声音，饶是看着王爷长大的管家都瞪大了眼睛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君莫恒轻轻地给团子擦着药，小家伙的手胖乎乎肉嘟嘟的，小小的，捏起来糯糯的，他应该叫糯米的。看着眼前冷冰冰传闻中手段凶残的九王爷，此时温温柔柔。也不是那样的嘛，果然漂亮又虚弱的男孩子都很温柔呀。管家看见这一幕，觉得温馨极了，白虎却觉得刺眼极了。这是哪里来的小猪崽子？敢拐他养大的小白菜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崽崽，你不是饿了吗？赶紧的，这个地方乌烟瘴气的，我们办完事儿赶紧走吧。哎呀，你看我年纪大了，小鬼医，我这就吩咐下去，让人给你准备吃的。谁稀罕？穆九寻不知道糯米怎么突然就生气了。不气哦，你不想在这儿，我们就走，好吧？听着自家崽崽这样偏向自己，他得意地看了君莫恒一眼。看，我家崽崽始终是在意自己的。没关系的，崽崽，我们下山是有任务的，一切以你为准。哇哦，糯米！小家伙，我们去后花园吧，这里确实乌烟瘴气的。好呀，我来给你推。我让别人推，别累着自己。莫离。是，王爷。君莫恒让下人端了一些糕点放在桌上。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穆九寻，是九重天药阁长老鬼医。这次师父师尊出面下山为你治腿的，以后呢，我们就是合作关系啦。穆九寻，穆姓，莫非是？可是他并非京城里的人啊。哎，王爷，君莫恒。你好，我是君莫恒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要谢我是尊人。那敢问尊师是何人？哦，这个呢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现在，天机不可泄露也。那好，那我等时机到了，你再告诉我。那小家伙，上次我皇兄让人请你来为我治病，你为什么拒绝了？那次我确实在外，他们寻不到我，而且我回来后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。而且今天的事你应该也猜到了一些，我们药阁出现了叛徒，所以应当是有人刻意隐瞒了这个消息。可需要我帮忙？不用麻烦，我差不多猜到是谁呢，慢慢的玩。好，若需帮助尽管提。小家伙不是饿了吗？先吃点垫垫肚子，别饿着了。这是皇兄给我的御厨做的，你看喜不喜欢？我还是先给你诊脉吧。看着小团子其实早已馋得快流口水，却忍着不吃的样子，有些心疼又觉得好笑，肯定是饿坏了吧。无妨，先吃再诊治，我就在这儿，又不会走掉。君莫恒拿出手帕给自己擦了擦手，又抬手拉过穆九寻的手，轻轻地给他擦拭。王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柔了？这还是那个一刀一个人头的王爷吗？穆九寻则是盯着他的手发起呆来。好看，白皙纤长，赏心悦目啊！再看看自己的，穆九寻决定化悲愤为食欲，努力的吃。君莫恒在他吃完一块就递一块，他也吃一块，啊呜啊呜，很可爱。这让君莫恒发现了投食的乐趣，还贴心的给小团子倒水。对此，穆九寻刚开始有些疑惑，但想到自己是来给他治腿的，肯定是因为我是他治好腿的希望，所以对我好一些，而且还有一丝丝说不出的熟悉感。可以了，王爷，你家糕点真好吃。
你喜欢就好，下次想吃我让人给你做。那谢谢王爷啦。那接下来请王爷将手伸出来，我给你把脉。终于开始诊脉了，等崽崽弄完了就带他走，远离这个不怀好意的猪崽子。好。穆九寻将手搭在他的脉搏上，凝神把脉，就觉得十分不对劲儿。王爷，我待会我把那个灵力打入你体内，不要反抗哦。好。穆九寻将神力分出一丝打入体内，用神力去感受他的神经脉搏。君莫恒觉得有一股小小的灵力在体内游走。穆九寻认真地诊断着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表情有一瞬间的古怪。你这是中毒，中的还是毒中之王，天下毒药排行榜榜首的九死一生。哦，还有一些零碎的小毒药。莫离激动极了，往常来诊治的大夫没有一个诊对的。哦，除了荣宇，他可以不算人，而且他也解不了毒。是的。九死一生，不言而喻，中死毒者生还几率很低，他能活这么久也是奇迹了。不知道是多大仇多大怨，别让我逮着他，抓到他，让他尝尝我新研制的剧毒。没关系，解不出来没关系的。你啥？我啥时候说不能解的？是吗？小家伙这么厉害，真棒啊！看着他敷衍的样子，明明就不信嘛。当然了，就是有些小麻烦，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。需要很多很多的什么？很多很多的稀有名贵药材，什么万年的冰山雪莲呀，这些都是小的，还有什么万年瘦血呀等等哦。原来小家伙是在替我担忧啊！无妨，之前我府内库房应该都有，没有的去找我皇兄拿，别担心。我的腿真的可以治好吗？你放心，我说可以治好，就一定可以治好。小家伙大大的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像星星。从第一眼，小家伙就给他很熟悉的感觉，自己从未这样关注过一个人，而且还是一个小孩，那么可爱，应该是将他当作妹妹了吧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的毒可解，但很麻烦，需要喝药加上针灸，再配以药浴，而且除了那些稀有的名贵药材，还需要一味药引。无妨，需要什么都告诉我，我让他们给你准备。只是那一味药引是什么？一想到这个，穆九寻就有些郁闷了，看着君莫恒温柔的样子，不说话。是有什么为难的吗？没事，我有。君莫恒听出来了，小团子有些不开心。小家伙，如果很为难，没有关系的，我让别人去重新找，不用勉强自己，你怎么开心怎么做，好吗？可这味药只有我有呀，而且没有的话，你的毒肯定解不了，说不定会死哦。没关系，你开心最重要。穆九寻盯着眼前的人，试图从他眼中看出一丝勉强，甚至是算计。但眼前的人那黑眸之中一改平时冷冰冰一眼看不见的深邃，此时满是释然的不在意的笑意。他格外重视自己开不开心，对自己温柔以待。他的眼神温柔又坚定，对于没有药引可能会死，他选择得很干脆。这眼神他曾经在师尊和糯米的眼中看见过。想到此，他心中一片感动。这小伙子是真的很在意仔仔，生死大事竟毅然地选择了照顾刚见面的仔仔的感受。到底是什么让仔仔这么为难？对于穆九寻来说，确实为难。他作为神，带有神之血脉，
血液红色夹杂着金色，刚好可成为解九死一生剧毒的药引。所以这世上能解他毒的人就只有自己了。只是最后一个疗程所需的不单单是血液，而是……穆九寻看着眼前的人，罢了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。没关系，就是那味药引太稀有了，我可以用来救你。真的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但是我有条件。但说无妨。第一，解毒期间我要住离你最近的院子，不然跑来跑去的麻烦。第二，你要保证我不被打扰，我仅仅只是来给你解毒的，其他事全凭我自愿。第三嘛，还没想到。第三，治疗期间全凭医嘱，你要听话，要乖乖。君莫恒听到最后一个要求，很想笑，这是把自己当小孩子了。好，我都答应你，往后有什么要求只管提，只是你还小，身边无人照顾不妥当，我给你派去2个丫头照顾你，可好？好。